其实，比如说真正来跟你讲修缮的话，你会觉得有一点点枯燥。那我们在做的其实更像是一个翻译者，就像是你这些文物建筑和你现在更多那种体验者的一个相当于嫁接的那种桥梁。当你真正的跟大众有这些交流，你就发现像很多很年轻的小朋友啊，或者是真的很多年纪很大的这种社区居民，他们真正的跟你有一些这种交流互动，然后他们就赞叹你的这种记忆啊，或者是他觉得哦，我一瞬间 get 了你的这个点啊，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很及时的一个正向反馈。我觉得这个也是激励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动力吧。我们叫歌玉兰，目前我是在从事古建筑修缮和文化遗产保护行业。我从小就在苏州长大嘛，然后呢，我其实从小也生活在古城区的。小时候的话，其实像你秋游什么的，他就会一直去一些苏州非常有名的那些景点。然后我们小时候呢，其实可能都是像导游或者是老师把你带过去，你就自由活动了嘛。就你那个时候，其实就算是我的父亲啊，就是我的长辈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你可能也不一定会说啊，这个东西我非常的熟悉，我知道它是怎么去修或者是怎么样的。因为我在英国读书是学的城市更新这一块，因为伦敦本身它就是一个不断在有机生长、不断在自我更新的城市，然后你就会发现就课本里学习到的一些知识和你现实里面你能体会到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结合起来的。英国每年大概9月份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叫古迹开放日，然后它那个古迹开放日就会有每年是上千处的这种文物古建筑是对公众进行开放的，就是对于公众来说，你参与它，然后你去触摸它，然后你去跟它做交流，也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然后我会觉得说，那你在苏州古城有这么好的这种资源禀赋，那你为什么不可以就是也多做一些像这样子文化宣传的那种推广嘛？就真正的是让文物活起来嘛。因为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说，你修一个古建筑，你只要恢复它原来的样子是什么样，你就把它恢复成什么样就好了。但其实不是的，就是你去如何的判定说它原来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就这个问题其实就很难。正常来做一个项目来说，你是需要大量的去研究它的那个历史资料的，就是包括比如说一个园子，它的主人是谁，它曾经的主人有几个，然后它在什么年代，功能有没有什么这种转换，因为可能一开始它是一个私人园林，然后后面它可能在某个特殊的年代，它会变成了一些就学校啊，或者是一些社区活动场所啊，然后到最后它现在又变成了一个园林，就是它的那个整个过程，你都要去细细的去研究它。当你有对这个宅子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之后，你才能有机会，你就去跟游客啊，再去跟这些观众啊，去跟这些体验者，你去告诉他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园子修复成了这个样子，让它回到了这个时代。因为我们觉得可能我们现在所保留下来，我们修缮完成的这个宅子的这个是最有价值的。修缮古建筑的意义就是可能还是能把它传承到可能我们往后的几代人吧。你不能只是说你现在为了开发利用，你要把这些古建筑推倒铲平，然后你去造一些新建的那种大楼，那可能过个10几年或者是过个50年，你就只能在书本上面看到说这里曾经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文物建筑。那我现在觉得整个社会的那个保护意识其实是非常的强的。因为其实像我们除了做一些古建筑修缮的工作之外呢，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也会积极的去组织一些这种工作坊，以工作坊的形式，就比如说像有一些花街铺地，像一些园林微景观，或者是一些假山的堆叠，还有一些彩塑油画的这种体验，所以我们有非常丰富多种的形式来给大家一个能够走进中国传统的一个渠道，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来走进这个文化语境当中，让大家来感触像一些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